是习惯用微笑武装，到底要再受多少伤，考验我的坚强。徘徊是非两端，爱恨中找答案，就算还是少了陪伴，至少我还有孤单。放下了遗憾，成就下个美满，不怕孤单，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放下了不安，我要继续往前闯，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打开人生另一扇窗。外婆，你看到我吗？等一下啊，有，看到了，看到了，听到我说话吗？听见啊。那你现在会操作这个软件了吗？这么简单的事情，难不倒你外婆的。那我们以后就能视频聊天了。好啊，怎么样？第一天还适应吧？我很害怕，真的很想回家。不用怕，相信外婆，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现在我不在家了，就只有你和妈咪一起住。你们要相亲相爱，知道吗？不要再吵架了。好了好了，不要说我了，告诉外婆，今天你做了些什么？喂，我跟克兰在酒吧谈事情。临时的决定。这里很吵，我出去跟你说吧。喂，红酒。不好意思啊。我才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已经约了人。没关系，不是重要的事情。我真的没有事啊！你要不要？真的没事，我不是答应过你吗？只要你有心事，随时可以找我出来，我不会言而无信的。刚才是你女朋友打来吗？不是啊，是我的中学同学。同学为什么要说谎？你的确是我的克莱娜，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谈公事罢了。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事业。我刚加入新的律所，哪有时间谈恋爱啊？你真的是个工作狂，难怪中文会说你不会生活。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还讲了我什么坏话？我明天就去找他算账。他只说你的好话，他说你能干，从你身上学到很多。可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记得你告诉过我，千万不要让工作抹杀生活。人呐，总是善变的嘛。其实我真的很后悔，你毕业之后没跟你联系，你经历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看到你现在的成果，我真的替你感到很高兴。怎么了？没什么，想到一些过去的事情。你呢？今后有什么打算？之前你跟我提起过的事，我有考虑。不过，我想我脱离了这么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你可是班上的 top student， 有什么是你汤美琪做不到的？我对你有十足的信心。可是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多信心。你还记得吗？我这个学长一直找你这个学妹借笔记，毫不夸张的说，要不是你的笔记，我可能不会按时毕业。我知道你说这些只想逗我开心。我对你很有信心，只要你重出江湖，你的成就肯定不比我现在的低。太夸张了吧？我知道你说这些话只是想鼓励我，还是要谢谢你。来，
Cheers。 Cheers。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当时我那么做，是不是吓到你了？做了什么？有一次我们在图书馆读书，我趁你走开的时候，偷偷把告白信放进你的课本里。告白信？我当时真的是鼓起勇气才那么做的，可是你没回复我，而且看你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就自认被你拒绝了。我没收到啊，你没有收到我的告白信？我真的没有收到。妈，我大学的课本都在我房间里面了嘛。是啊，你搬走之后，我就没有动过你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在你房间柜子里。奇怪，怎么找不到？你在找什么？哦，没有了，一封信。信？什么信啊？重不重要的？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东西。这么久以前的东西找不到也不出奇啊。没关系，我再去找一找。你怎么来了？干嘛不接我电话？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休息吧。你就这么想我走？我不是这个意思。又是因为那个汤美琪？干嘛提到美琪啊？不关她的事。你以前明明对我千依百顺，从来没有试过拒绝我，可是最近你一避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好了，不要想太多。我最近太忙了，案子一个接一个，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够。你自己想什么，你心里最清楚。我只是要提醒你，当初在英国最穷困的时候，要不是我扶你一把，你会有今天吗？可不可以不要提过去的事？干嘛？你以为你能摆脱我吗？你今时今日所拥有的，全是我方海伦给你的，你牢牢给我记住。我可以给你这一些，就表示我同样可以收回，随时让你一无所有。好，我承认你对我有恩，但不代表我一辈子都要受你的控制。我受够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想再继续下去。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勉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请你出去。出去。你既然敢这样子对我，你要为你说的话付出代价。怎么会这样？林律师既然有写过告白信给你，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你当初有没有喜欢过他？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真可惜，你们两个明明就喜欢对方，可是却为了一封不知所终的告白信，却错过了彼此。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有缘无分。我真的不知道他当时喜欢我。如果当时候你看到这封信，你会怎么做？不知道。如果当初你答应了他，那你们两个就会在一起，那你就不用跟那简俊豪结婚啊，命运就完全改变了耶。你想太多了。就真的只是我想太多而已吗？你想说什么？我说你呀，如果心里没事，就不会为了一件那么久以前的事一直在纠结。表姐，你都已经离婚了，喜欢就喜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我也不是很确定，可能是因为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他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我觉得你啊，
根本就不用顾虑那么多。既然那么多年了，还有缘再见，最重要的是，我们目前都还是单身，不如就考虑跟他在一起吧。你想的太简单啦，更何况我刚离婚，还没有心理准备再投入另外一段感情。你就别那么老土嘛，感情这种东西是很讲究 timing 的，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就要好好把握机会，不要到时候就有遗憾。喂，好的，我马上过来。表姐啊，主编那边要我赶回去公司开会，所以我要先走了。记得 timing 很重要。拜拜。这边，阿姨，原来那封信是你偷偷藏起来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做？阿姨，这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件小事，但对表姐来说却是大事。我真的不敢想象，要是表姐知道了真相，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才找你出来，帮我想想办法。那你先告诉我，你是怎样找到那封信的？因为听表姐说，好像是夹在课本里面，没有理由会被你发现才对的。阿姨，难道你偷查东西？我才没偷查他的东西啊！是那一天他不在家，我帮他收拾房间的时候，那封信从一本课本里掉出来了。所以你看到那封信了？当然看了，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是告白信啊？所以我才把它收起来。阿姨，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难道我做错了吗？我是在保护我的女儿啊！都不知道写信人安的是什么心，万一美琪一时昏了头，被对方骗了怎么办？我不是不明白你的想法，但阿姨，我觉得你这样子做就是你不对。要是我妈这样子对我，搞不好我会跟她脱离母女关系也不一定。哎，对不起，阿姨。但是我觉得告白信一定要物归原主，要不然的话，表姐会抱憾终生。你也知道我跟他关系怎么样，要是让他知道当年是我把他信收起来，你说他会有什么反应啊？你说的也是有道理。要不然就把信给毁了，就当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毁了，这样不太好吧？是哦，好像不太好哦。啊，我不敢再随便给建议了，阿姨，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吧。安生，汤小姐，美琪，怎么那么巧，你也过来这啊？哦，原来你是过来为他打气的。难道我有说错吗？文件都准备齐了吗？要是少了一份，我绝对饶不了你。你说的对，我马上去看看。常来法庭听审，对你会有很大帮助的。你怎么这么有信心我会回来法律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包里应该有放笔记本吧？被你猜中了。希望我今天的表现不会让你失望。我认得你，你们认识吗？美琪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前也是念法律系的，说不定大家还有机会做同事。原来如此。我只是实习几个月，也不算是正式的律师。如果你真的想当律师的话，我奉劝你再磨练多几年，否则就会像上次你朋友的 case 一样，还没有搞清楚事情的状况，就为一个罪犯做人格担保，那就不好了。谢谢你的提点。不妨碍你了，你行的。姚振涛先生，请说明你和太太姚女士之间的关系。我和我的太太结婚20年了，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结婚前，我还只是一个瓷砖销售员，可是她并没有嫌弃我，反而一直在我背后默默的支持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拼事业。慢慢的，我才做到今天的地产发展上。我有今天的成就，我太太是功不可没。
那这20年来，你们的婚姻关系如何？以前一直都很好，不过几年前我们变得疏远了。你有没有出轨过？没有，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太太的事。那你太太呢？她有没有做出过违背你们婚姻的事？有，她确实有。请问你怎么应对这件事？最终我选择原谅了我太太。为什么？因为她患了心瘾症。我一直忙着工作，1年到头都没有几个月在家，是我忽略了她，没有及早带她去治疗，导致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说起来，我也没有资格怪她。谢谢你的合作，法官大人。面对太太的出轨，我的当事人还是选择了原谅和包容，因为这就是爱。试问一个如此深爱自己太太的人，怎么会去做伤害她的事情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姚先生，请问你太太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太太现在稳定下来了，不过迟一点，医生要帮她进行一个植皮手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等这次的官司结束之后，我会带我太太出国治疗，无论要花多少钱，我都会把她治好。既然你对你太太这么好，那为什么在你太太苏醒且恢复意识之后，她主动向警方申请禁止令，禁止你接近她5尺范围之内呢？她对我有点误会，我会跟她解释清楚。你知不知道 Adams Angel 这间俱乐部？知道。在本年的6月17日，你是否和一个叫做 Desmond 男公关起了肢体上的冲突？是。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起冲突？这是我的私事，我不想说。好，那我听你说。我们查到你太太曾多次在该俱乐部消费，并且每次指明要这个叫 Desmond 男公关陪酒，并且外出。请问，这是不是你跟他起冲突的主要原因？你不想回答也没关系，那我换另外一个问题好了。根据受害人当时的口供，在殴斗时，你是用破碎的玻璃瓶去割伤对方的脸。那我可不可以大胆假设，当你对一个人有所不满，再或者是想报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惯性去杀害对方的容貌呢？反对有效，被告无需作答。我愿意为我刚才所做出的假设道歉，并收回刚才言论。我发现检控官问了被告很多问题，目的就是想要刺激他，让他在法官面前丢了形象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我的策略。你想让大家觉得你的委托人是个好丈夫，不会伤害他的老婆。所以对方就一直针对姚先生过去所做过的不当行为，目的就是想要推翻这一点。很可惜的，你的委托人似乎好像有所隐瞒，这样对这官司很不利。你有没有劝他？他为什么不说他打伤 Desmond 的原因？你笑什么？我曾经认识的汤美琪回来了。别取笑我啦，我只是想要复习，顺便看我哪里可以帮到你的。旁观者清，或许你能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盲点啊。既然你对我这么有信心，那下次上法庭我一定要做足功课。安生，汤小姐，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喜欢美琪啊？神经病！我才不会对一些年纪超过30岁的女生感兴趣的。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已经找到 Desmond 的下落了。自从 Desmond 被毁容之后，就没有干回以前那一行了。他就一直在这里当酒保。来，走吧。等一下，我们不是要进去吗？我不想打草惊蛇。按照你之前的推论 ，Desmond 很可能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导致他丢了饭碗，而迁怒于姚太太，所以再进一步做出伤害她的举动。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的话，不如报警吧。没有真凭实据，警方那边是不会理会我们的。其实，你觉得姚先生有没有可能是凶手？经过今天的庭审，我相信他不是凶手。为什么？就连姚太太也觉得是自己老公干的啊！你凭哪一点这么肯定啊？
今天在庭上，他本来可以说出打人的动机，可是他却选择隐瞒，为了要保护太太。如果他真的是凶手，他不会做出这种对自己不利的事。其实姚太太的风流史，每个人都知道啊，他没有必要跟他隐瞒什么的。应该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但我相信他不是凶手。我们的委托人每次都不跟我们说实话，其实他最应该就是信任我们，却每次跟我们玩什么猜谜游戏的。我当律师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有的时候还是分不清一个人是不是在说实话。每一个人都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习惯性撒谎，天性使然。安生，你看，他也来了。小姐，我们还没营业，你5点再来吧。你应该就是 Desmond 黄伟烈对吧？你是？我是总检察署委派政府律师温曼宁，这是我名片。找我什么事？我正在调查姚振涛涉嫌企图谋杀太太姚慧芳的案子，我希望你协助我调查，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现在在工作，我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你脸上的疤痕是上次跟他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留下的吗？我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录口供的时候不是说清楚了吗？你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我看过你的口供，我发现有很多地方都有前后矛盾的问题，所以我才跑来问你。我希望你帮我解答。上次的事情弄得我连工作都丢了，我不想再提了，我要工作。既然你不合作的话，我们只有法庭见喽。你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愿意履行公民义务协助我调查，我只好向法庭申请邀你出庭作供，到时候你还是得面对的。烧你名片吧。哎，他出来了，看他的样子，肯定什么都没闻到。我们现在需要更加谨慎了。Desmond 一定知道有人在怀疑他。如果 Desmond 真的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逃跑。那怎么办？我们不可以断掉这唯一的线索。从现在开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好主意。可是我们找谁去做这份工作呢？我不行啊！我又不是警察，万一被他们发现的话，我就有危险了。不如我们报警算了。刚刚我已经说了，现在无凭无据，你觉得报警有用吗？可是我觉得不要可是了。如果输了官司，你觉得会怎么样？会影响 M&E 的业务。除了业务呢？这是我们的饭碗啊！那还等什么？我去了。Oliver， 你在那边还习不习惯啊？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我给你的维他命 C 有没有定时吃啊？我在这里很好啊，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每天都一起上学，一起读书和一起做功课，还有一起玩。那就好。有没有想妈咪啊？外婆呢？我会跟她说。外婆，你就没有话跟妈咪说吗？等一下再说吧，你先叫外婆来。好吧。什么事 ？Olive 找你。哦。嗨，奥利。外婆，你真的没骗我哎，我好喜欢这里。喜欢就好，不过记住啊，你不是去度假，要好好念书。知道啦，你放心啦。还有啊，你们收到我寄给你的 email， 你就照这上面的书单到图书馆去借书，然后每个星期写一篇阅读心得给我，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了，1个礼拜1篇，我会记得的啦。外婆，不跟你说啦，同学找我去做 project， 拜拜外婆，拜拜妈咪，拜拜。妈 ，Olive 刚刚转入新的学校，你是不是不应该给他这么大的压力啊？适当的压力是一股推动力，要不然他怎么会进步呢？你没有看到最新的新闻吗？一个12岁的小男孩因为太大的压力而去自杀。我不在 Olive 的身边，你这么做，我怕会弄巧反拙。知不知道以前你女儿就是这样被你宠坏了？身为一个母亲，是要给予适当的推动力和鼓励的，而不是一味将她留在温室里。再说，她现在刚刚过去那边，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如果现在不管住她，再过些日子，她就会分心的。这本书很好，记载了很多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而且还是今年的修订版本，适合你参考。
幸好今天有你在，我昨天在这里选了很久，都不知道应该买哪一本。以后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对了，今晚你有空吗？请你吃饭。有人请客吃饭的话，当然乐意奉陪。哎，你还记得这几本书吗？当然记得啊，我们那一届的参考书。记性不错嘛。哦，我刚好在整理房间，无意中就看到了这几本。其实这几本已经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因为现在很多的法律条文已经修改了，所以我不建议你买。没关系，我们看其他的吧。走，我带你去。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你对我有什么印象？怎么会这么问呢？就想知道啊。你是一个很有想法、会坚持主见的女生。就这样。那你想我怎么回答？是不是说你很漂亮、很吸引人，然后很多男生想当你的男朋友啊？当然不是啦。跟你开玩笑的。我在你家过夜的那个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落在我家了？哦，不是，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喂，中人。好，你继续监视他，我马上过来。拜拜。有什么事吗？有一点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对不起啊，不能陪你吃晚餐了。没关系，你忙你的。忙完跟你联络。拜拜。拜拜。现在什么情况？刚才我跟踪他到旅行社，知道他买了今晚7点的机票要去韩国，肯定是想要跑路。他人在哪里？还在家里，应该正在收拾他行李。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什么？他出来了。通知翁曼宁，把情况告诉他。好，就这样。万曼宁说，待会他会直接通知警方，叫我们一定要跟踪他，有什么事情每10分钟要报告他的行踪。现在警方可以怀疑他畏罪潜逃，让他扣留协助调查。想不到事情这么快有进展，你觉得你应不应该好好奖励我一番呢？我为了这个事情啊，熬了好几个通宵哦。说不定还有变数。不会有变数了，直觉会告诉我，这个 Desmond 肯定跟这个姚太太有脱离不了的关系啊。哎，当初是谁一口咬定姚先生就是凶手啊？你对。哎，这条路好像不是去机场的方向，他究竟该去哪？他来这里干什么呢？他好像在等人呢。我先拨电话给温律师。李琦，小心上来！你受伤了？我没事，有没有泼到你？没有。先喝一杯咖啡吧。谢谢。你知道吗？我们一发现 Desmond 拿着瓶子冲向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还好安生及时出现，把他推开，要不然受伤的就是你。安生，医生怎么说啊？小伤不会有后遗症的。谢谢你啊。不客气。温律师，没事吧？皮外伤而已。对了 ，Desmond 抓到了吗？还没有任何消息。不过警方已经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设下路障，也派人驻守在机场。一看到 Desmond 就会把他逮捕。你确定不认识他？我根本没见过他。那就奇怪了，为什么他目标会射向你呢？你最近是不是有得罪什么人？没有啊。怎么会没有？你最近的离婚官司不是闹得很大吗？我不相信俊豪会这么做。那会不会是 Ella？ 他这样做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这个说不定哦。一个女人看不顺眼另外一个女人，不一定是为了好处才会这么做。总之无凭无据，我真的不敢认定是谁。你们继续争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一抓到 Desmond， 真相就会水落石出。我劝你们两个还是先做一份详细的笔录，接下来怎么做交给警方处理吧。哎，刚才情况是怎么样？安生，你在想什么？啊，没什么。我答应你的那笔钱会准时转账到你的户口，你不要再打来了。你的手怎么了？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没你的事。我想问你一件事。说吧。是不是你去找人伤害美琪？听你的语气，你早就认定是我了，那你干嘛还来问我呢？不只是美琪，就连指使 Desmond 去伤害姚太太的人也是你。那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跟你说过，我喜欢的东西是绝对不会让其他人抢走的。Carol， 她是活该，既然敢打你的主意，所以我就替你解决了这个麻烦。至于那个汤美琪，要不是因为她，那天晚上你就不会对我说出那些话了。你知道我有多么的心痛吗？你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我既然敢这么做，我就不怕。我去报警。我跟你有过一段怎么样的过去，你还记得吧？你应该不至于蠢到去做一些伤害自己前途的事。难道你没有兴趣想知道我下一步会怎么对付那个汤美琪？她这一次是侥幸逃过这一劫，至于会不会有第二、第三次，那就要看你了。怎么？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你到底想怎么样？快点回答。我已经说过了多少次，我根本就不认识 Desmond 是谁，你们凭什么扣留我？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因为之前离婚官司的纠纷而做出伤害汤美琪的举动。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 Desmond， 而且我跟他的恩怨已经过去了，我干嘛还要伤害他？我们还查到你在上个月买了一张飞往韩国的飞机票，出发日期与班机跟 Desmond 在旅行社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点你有怎么解释？那么多人搭飞机，我怎么知道那么巧会跟凶手搭同一班飞机呢？我劝你最好跟警方合作。老实回答我的问题，你去韩国是不是打算跟 Desmond 会合？当然不是，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他，你要我怎么说才相信我？徐警官，他的律师来了。你来的真好。徐警官，能不能让我和我的当事人单独谈一谈？我想先了解情况。就给你5分钟，谢谢。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我说你这次这么做真的太愚蠢了。你就算真的要报仇泄愤，也该等过一阵子再说。我今天过来呢，就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所有的事情，我才知道该怎么帮你啊。连你也怀疑我？吴家明，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我怎么知道他在外面得罪了谁，被泼强水呢？真的不是你做的。我已经得到我要的了，我干嘛还要去招惹他？哦，你觉得会不会是？叫我武律师。武律师，你觉得会不会是他的苦肉计？或许他根本就想要陷害我。这可能性不大。
怎么那么说？以我对他认识，他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吴律师，你到底是在帮谁啊？总之，今天到此为止。哎，你走了。你不必担心。总之，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律师费就不能像之前的数目一样了。喂。我为什么不能保释我未婚妻？你的未婚妻涉及严重伤人罪，尚未完成调查程序前都不能保释。她现在怀孕，如果有事情，是不是你来负责？你放心，在扣留期间，警方会确保她的个人安全还有身体状况。确保？你说啊，我要见你上司。简先生，你先冷静一点。不好意思，徐警官，简先生因为紧张他的未婚妻，所以气不好。这里交给我，没事的。至于 A 老那方面，我已经清楚了解整个状况，谢谢你帮忙。我们先进去吧。简先生，我刚见过 Ella， 也清楚了解整个状况。警方是有合理的理由扣留 Ella， 我们暂时真的不能保释她。那还要等多久？我相信 Ella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她。等警方完成了调查的工作，她自然就可以出来了。难道你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吗？其实有一个人可以帮到忙。谁？你的前妻汤美琪。太太，阿福，叫我美琪好了。美琪，你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啊？我听说你被凶徒袭击，我来看你有没有事。我只是受到一点惊吓。没事就好。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来关心我这么简单吧？我们上车谈吧。Ella 被警方扣留了，你还知道吗？我知道了。警方怀疑你这件事情是 Ella 做的，我希望你可以帮他跟警方说，不关他的事。如果你答应的话，我可以提高每个月的赡养费。不是每个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做些补偿而已。你也觉得是 Ella 指使的？不是。警方扣留 Ella 问话是正常的调查程序，就算我说不是 Ella 做的，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呢？我知道你对 Ella 还是耿耿于怀，不过我相信这件事情绝对和 Ella 无关。况且，她现在怀孕，之前她又自杀，她情绪不稳定，我真的不希望他们母子有事。你帮我可以吗？喂 ，Desmond 自首。谢谢。手续已经处理好了 ，Ella 可以离开这里了。阿福，准备车。都说我是无辜的，不知道谁不怀好心想要陷害我。我们知道你是无辜的，那你有事吗？我是没事，只是平白无故被关了1天，我只想快点回家休息。不如这样吧，明天去订机票，去马尔代夫玩，顺便散散心。那倒不用，有你陪在身边就好了。吴律师啊，那我们先走了。我们先走了。对了，连律师，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们律所刚接手你们 A 美一之前跟检视集团合作的旧项目，有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我不是太明白，想说找个时间约你出来了解一下。没有问题。你真大方，我欣赏你。谢谢你今天特地过来，失陪了。
真的没有想到 Desmond 会来警局自首，还承认一切的罪行。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你再也不用为这件事担心了。Desmond 说他是看错报复的对象，才会想要伤害我。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啊？我觉得他好像有所隐瞒。是你想太多了。你不会还在怀疑是 Ella 找你做的吧？当然不是。你之前不是一直想不通有跟谁结怨吗？现在这样的解释很合理啊。这一次是你运气不好。再说 Desmond 已经承认了姚太太也是他伤害的，这证明我帮姚先生打赢官司了。对了，还没有恭喜你打赢官司。谢谢。你不用送我了，我已经叫车。那好吧，我先回去了。安生，我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你。为什么突然想送礼物给我？谢谢你救了我。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其实这份礼物，我很多年前就想要送给你，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终于可以交在你手上了。其实，我喝醉酒，在你家的时候，我一度是清醒的。妈，这里有一箱你的参考书，拿回去你的房里吧。怎么还会有多一箱的？之前我学生的家长跟我借了你一些在大学时用的参考书，今天才还给我。我先去睡了，你早点休息吧。次失落后，谁来问候？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那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
坚定的眼神，相信着我不会保留，一路崎岖不退缩，再多挑战不放手，让勇敢往前走。